万代的模型设计师真的很有原则诶，超级敬业。嗨，大家好，这里是阿 Y， 今天要来介绍的是 KARA 以及钢弹联名企划中登场的 G-Crux 2号机 G-Fred。G-Crux 一登场就充满这是 Eva 吧的即视感，二号机 G-Fred 则是直接套上初号机的配色，头部还能展开，整个暴走感满满，堪称最有 Eva 味道的钢弹。近代钢弹推出新作品时，往往会听到觉得不习惯的声音，像是风铃钢弹、猎魔钢弹等等，一直到很久以前的00，但那毕竟还是日升主导，机械设计师要跟动画以及模型部门讨论细节，即使觉得外表跟传统钢弹差异再大，多少还是有一种被框架限制住的感觉。G-Crux 这部作品因为是跟 KARA 合作嘛，再加上山下育人的机械设定，自然让外观大胆跳脱传统，从中能看到许多 EVA 剧场版中设计的影子。我们看一下开箱，这盒模型共有7块板件，2张贴纸，包含1张铝箔贴纸、1张胶贴。其中比较大块的多色成型板件有2块，可以看到上面的零件格外细碎，颇有 RG 的感觉。G-Fred 的定价是2300日币未税，比起 G-Crux 的2000日币稍微多一点。这系列模型外形特别啦，但是我完全不推荐溢价入手。从先行电影版上映，我就觉得这是一部很吃电波的作品。当初猎魔风铃我还能够理解，但看到不少店家把 G-Crux 跟红色钢弹当作宝样在卖，我是真心不懂啊。看到宿主状态，第一眼一定会被那极其丰富的配色吸引，紫色、深绿色、亮绿色、橘色、湖水绿等等交织而成的外观非常抢眼。只不过 G-Fred 的配色在我看起来稍显奔放，甚至有些杂乱。拿来和 RG EVA 初号机比较时，会发现如果没有 EVA 这个记忆锚点作为辨识标签，这样的用色反而会有一点失焦，让人不大知道视觉重点该放在哪。这支的零件非常小且精细，这完全体现在组装上，导致组装难度有点高，比较不推荐刚接触组装模型的人尝试。G-Crux 与 G-Fred 我自己组装分别花了 3.5 小时，以及第二次有了经验之后的 2.2 小时。以 HG 模型来说，时间真的有些长，而且有些地方不注意，真的很容易装错，或是不明白卡榫要装在哪里，需要稍微理解一下零件的界面，配上说明书图解才能意识到。不过分件都已经这么细碎了，万代还是要保留 HG 缺色的传统诶。万代的模型设计师真的很有原则诶，超级敬业。最明显的就是这个分色分一半的步枪，明明颜色都有了，有些地方也很好的做成分件，但就是要留个几块不给你，连贴纸都不想给你。除非 GSI Cross 之后会推出同款色号的器，不然就是要同个颜色的地方一起重新涂装来保持颜色的一致性，根本是把分色细致的优点打了不少的折扣。来看一下模型的内容物，组装完成后，除了本体，还有完整的一颗替换头，用来呈现展开的状态。手型有2对，一对空心握拳手以及开掌手。虽然 HG 有时候连开掌手都不给你，但是这个手型真的有点太普通了。到底曾几何时变成了有了整队的开掌手要感恩，如果又给你一对实心握拳手，是不是就要普天同庆啊？拆下背包，插上机手零件，就能还原核心战机的样子。身后收纳的2把粒子循环式光束军刀，能透过装上光束特效键还原使用的状态。G-Fred 与 G-Crux 在造型上高度相似，两机之间的差异则在于头部所搭载的精神感应兵器、背部推进器以及双肩的形状，以及紫色、橘色与绿色为基调的配色。模型在武器上少了 G-Crux 的斧头，但新增加一个收纳步枪于身后的零件，插入原本的支架孔洞，就能把步枪安装在身后。附带了2个还原 bit 的零件，头部白色零件拔除后，安装在这2个零件上，可还原射出 bit 后的样子。这2枚 bit 是有搭载 Mega 粒子炮的，是说这个世界线的能量简化技术有这么强大吗？可动的部分，头能够360度旋转，抬头低头幅度惊人，
肩胛的转轴弯曲幅度大，手臂360度旋转没有问题，手臂平台能超过水平。手肘为一段关节，弯曲最大上下臂夹角大约45度，手腕可旋转360度。腰部双段球形关节使其有一定的前后弯腰程度，以及一定角度的侧向弯折。腰部能360度旋转，但是稍微跟骨盆有点干涉。大腿上段外翻大约90度。膝盖跟手臂一样是一段关节，屈膝后大小腿也是大约呈45度夹角。双腿张开幅度以近年的模型水准来说欠佳，在摆姿势时一直受到这个关节的制约。明明使用的是转轴关节，但是让人梦回20年前使用球关节的年代可动度，这也是这组模型可动表现最糟糕的一处哦。明明多做一个下拉关节就可以改善非常多，却还是给这样的可动开绿灯。脚踝旋转幅度大约也是90度，脚掌就是单一零件插在脚踝上，脚就只是装饰嘛，上面的大人物是不会懂的啦。背包根部可以跟电风扇一样旋转。2个推进器都附带2个转轴。最后做一下总结 ，G-Fred 这款 HG 模型整体给人的感觉就是视觉冲击力满点，设计风格强烈，细节满载，充满了卡拉式的异形、解构风以及机械设计魅力。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组装难度偏高、分色不够彻底、可动保守等等层面的牵制。如果你是喜欢细节、热衷于欣赏设计美感，或者对于卡拉与钢弹这种异色联名题材有特别喜爱的玩家，那么这盒模型就很适合你。但如果你是刚入坑的新手，或是注重可动与把玩乐趣的玩家，胯部没有下拉关节以及手肘与膝盖关节的一段关节设计，会让摆姿势上局限不少。加上仅有2对很普通的手型，这保守的内容可能让卡拉带给你其狂野的外观张力不大相称，这点非常可惜哦。感谢收看这部影片，如果你也有感想或想法，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如果喜欢这支影片，欢迎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支持我继续创作。我们下部影片见，拜拜。そうでしょうのものへのものへ僕の顔のものへのものへのものへ僕の孤独のものへ